大家好，我是陈老师，欢迎大家今天参与我们直播。对啊，今天礼拜二，我们来直播一下啊。其实重点是没什么，我们要跟各位稍微说明一下哈。老师这之前在早上啊，我们早上那个临时更新的影片啊，还有一个内容到底是什么？好，那听到这应跟老师讲一下哈，因为临时直播的时候很多很多东西我没有直播没有准备好。好，那我们今天4月1日啊，看起来是愚人节啊，就说啊，这个中共打台湾这个是愚人节来笑一下而已哦。其实很多事情啊，我们要去多方面去看这件事情它的一个变化，因为这国际事情啊，从来没有一件事对一件事情单纯去想，它一定是通盘的考虑到整个世界的局势之后，然后他才做出这个决定。那首先呢，我们看到这是什么呢？这一次它的军演啊，并没有所谓的名称。过去啊，我们看到有2024的联合 A 联合军演 A 跟 B 对吧？联合利剑的，但是这一次是完全都是没有任何的代号，也没有任何的主张，他就直接打过来了。当然了，这个网络上也有人说啊，有些名嘴说啊，这个是所谓的临时起意的一个军演啊，那这个当然我觉得不可能啦。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看到第一个消息的时候啊，其实都已经是在我们的微博上面都有看到的，中国东部战区啊，还有他们的一些各大媒体报纸啊，都开始不断的去转述这些事情。所以是说啊，那些报章媒体他们一定是一早就得到资料说，哎，这个事情要发生了，所以他们会在同一个时间呢，再开始从新华社啦、人民网啊，各个地方的，然后转载这个东部战区的一些事情，然后一直把它铺开来。所以说你要说他临时起意军队里面啊，其实临时起意的事情是极少的除非你已经在战争中了，突然打一个急行军急行军也是在司令部那边会有一些预测或者是他们有一些规划之后啊才去做的。所以说对于这种临时起意的，只有一个是士官兵觉得很临时，他没有准备好，他要做这个方面的打仗这方面的军演，然后他们直接进入到了一个军演的状态。那这就代表什么事情呢？各位，这个事情就比较重要了。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啊，这代表是说中共他们的解放军啊，直接要去试看看如何可以在昼夜之间突然之间来进行的没有事前的情报，也没有事前的一些铺垫，然后他就开始进行了可能未来你要夺岛军演、夺岛的作战。为什么？因为他们没有说我决定什么时候几月几号我要进行这个军事演习，而是呢直接出发，然后就打仗了。就这么快的事情，当时俄罗斯它也是这样子。我们看3、4年前的俄罗斯，3年前的俄罗斯，他在打乌克兰的时候啊，也是军队派出去，但是士兵说不知道我要去哪里，好就被长官带出去，然后开到那个乌克兰边境，然后那个长官才说我们可能去1天就回来了结果去了3年还没回来，就在当场马革裹尸就没有回来了。这是什么呢？这是在测验这个军队的机动性。那老师看了一天那个子弹飞一整天他也没看他发什么子弹也没看他做什么事情。那最重要的不是这一些，有没有实弹去发射其实这是其次，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呢？老师等了一天从早等到晚，然后看了这些很多的消息里面就发现他少一样东西是什么呢？我没有看到他有建立起补给线，或者是有其他的一些装甲运兵船在后面去做策应。也就是说，他们军队演习就带他们自己的这个多项的军舰开始包围整个台湾岛。但是呢，他后面没有看到他所有的补给开始陆续的出海，也没有，因为出海再怎么慢这台湾海峡再窄你大概也是需要早上就要开始运出来了。所以他后面呢，并没有看到是说到中午他还没有其他的一些消息传出来，是说他们有增加他们的后援，也就是说他后面的补给部队并没有上来。但是有趣的就是什么呢？他到现在也没看他补给部队上来，那么他这次演习什么时候去结束呢？这个有趣在哪里呢？他没有说他结束的时间，他可能半夜就突然撤走了或者是半夜他突然就增加更多的士兵过来，这个都很难说，这个我们没有办法去是说他到底想怎么去做。但是我们可以确定的事情是什么呢？这一次的军演就是给他们士兵一个训练，是说你未来要打仗是无时无刻的，那我们不会先让你去跟家里联系好，也不会让你写好遗书，什么都不会让你准备好，你就直接的出发，你直接就开始做作战的行为了，完全不会有给你准备的机会。所以这次的一个军演其实是蛮有意思的，我们可以从这个地方可以看到它很多的变化。它的变化就是在于是说你怎么样去运行你的军队的操演还有就是说他们自己本身的一些调度的问题。那从这个地方来看呢，我们看到我们台湾这边的一个反应是什么呢？我们台湾反应其实蛮有意思的是什么？我们的国防部长他说3天前就已经掌握了这些情资，我相信了因为毕竟那个船这么大一只，你在海上漂，那我们还看不到，那真的就是有问题的那所以说呢，他有拍出那个山东舰的一些高清的照片。
那拍到照片是一回事啊，其实按照我们之前的国防部长、历届的国防部长到现任的，其实应该靠那么近，我们就应该去驱离他了，你知道吗？正常来讲，我们是不是应该驱离他？结果没有，你知道吗？我们没有去驱离他，这想想也觉得蛮窝囊的，你知道吗？有点孬的感觉，就是我们怎么没有去做一些我们全军出动，然后去驱离他，展现我们的民心士气？这个当然是不可能做到的啦。这个老师也只是个人在自嗨的哈。其实他就打到我们门口来，我们一点反抗都没有，我们就严密观察。你观察个毛啊，观察个嘚儿啊！我真的觉得有些事情真是不吐不快，就是觉得你真是观察个嘚儿，你他妈的应该把他驱逐出去才对吧？是不是？我伟大的中华民国军队什么时候就是在你门口跳舞拉屎了，然后你还在那边我密切观察你，观察个毛啊！真的是我都不知道观察个毛。而在后面来讲啊，还有一些将军他们在网络上发表是说啊，这个军演啊，他们没有看到有在那个运兵船哦，那老师看的是什么？看的是补给船，他们看的是运兵船，他们比较厉害哦，知道有没有运兵船？有运兵船来啊，他可能就准备登岸了。那谁知道会不会半夜登岸呢？这个不知道哦，这个我说真的不知道。但是按照我们的科技啊，目前有 GPS 的状况来看呢，如果他已经从那个福建啊，或者是在其他地方，你已经出发这些补给的话，其实应该都已经掌握情资了，除非他真的是半夜出来。然后半夜出来，然后你早上就到了补给，那个问题就蛮大的。但是目前为止啊，是还没有看到这件事情，而且它最主要是什么呢？最主要是他是来做羞辱的哦。这个对方用了过来的一些图案呐比如说那个把我们的伟大的总统、党的领导人、民族的救星，对不对？把它变成了绿区跟癞蛤蟆这件事情啊，其实这个是还蛮羞辱性极高的。我觉得，真的是很不合适的。很不合适啊！我们应该要更强烈的一个反抗，因为毕竟你羞辱的是我们国家的元首、民族的救星、党的领导人，对不对？就是我讲的我都害羞了，是不是？但是还是得讲啊，不然的话哪一天我出问题，是我突然就消失了所以说这个东西啊，各位一定要去看到说，这个事情它其实是已经贴到你脸上面来羞辱你。那我们不发作，那他也不发子弹，那这个事情就会僵持在这个地方，所以他有可能半夜就消失，也有可能半夜他增加1倍的军力。如果增加1倍的军力啊，那这个问题就已经变得真的是还蛮大的。但是这个后面影响到什么东西呢？这个事情已经是既定的事实了。那你说他打，其实基本上今天看不到什么太好的机会可以打了。我说真的，即使他公布了什么我们汉口街啊，或者台北101的一些影像啊，其实也都不重要。那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东西。你随便在台湾拍一拍都有，你要拍我现在就可以去拍给你，对不对？反正我在台北住，是不是？我办公室就在101旁边，我随时可以拍101给你看，我随时也可以拍汉国街，甚至中山东路给你看，那个倒是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那个没有什么太大的影响力，那只是一个羞辱性，说你不是说我们找不到路吗？那我就要拍你们路给你看这个基本上这个4月1号其实攻击性不大，但是侮辱性极强这真的是一个堪称一个国耻因为人家到我们的一个近海了，对不对？我们经济海域以内了。然后呢，还用这种不堪的图画来羞辱我们的国家的领导人、民族的救星，对不对？这个是不行的这个是蛮糟糕的事情。所以我觉得我们应该我们的政府应该要更强而有力的回击而不是说你这样子用一个什么，你这样子一天到晚去动用你的军队这样是不是一个大家所期盼的国家应该都安好你的内政或者是你的军队都这么贪腐我觉得这个我觉得是真的是很。没有威力的回击，你应该是直接去骂回去。你怎么可以这样讲我们总统呢？对不对？这个是真的是不行我觉得感觉很糟了，好吗？但是问题在哪里呢？这件事既然是纪念事情，后面影响的事情，老师觉得会比较严重一点这个是老师胡言乱语，因为我现在还没吃晚餐，所以说我血糖不稳定，所以我现在头脑头晕目眩，乱讲话的，我乱讲话的，你就不要把它当真好吗？我就乱讲话的。意思是什么呢？这一次的这个联合利，这次不是联合利剑，而是他们这个围岛军演发得非常快，而且呢，基本上是猝不及防的，而且又是挑美军的3个航母舰队都在这个我们的什么伊朗那个附近准备去攻打伊朗。但是呢，所以说我们现在基本上是没有什么太好的一个防御力也没太好的其他人可以来帮助我们。那这个时候我们几乎算到一个真空的状态。他今天即使由演转战其实。今天也就是一个时间，所以老师直播说有可能是明天，也可能后天，不一定，因为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不可不胜。那最重要就是什么？兵冠神速，还有就是什么？兵不厌诈，对不对？那你不知道状况之下，我们打下去那才是最重要的。而这个状况就有可能会激发到我们有一些的比较激进派的一些从政人员，他可能本来就想独立的，或是呢他一直想要什么样建国的，那这个之间就给他们压力了，就让他们进入到一个非常焦虑的状态。各位，我们可以讲到一个历史故事是什么呢？这个过去在清朝
清朝有三藩之乱嘛，各位知道三藩之乱，三藩之乱就吴三桂啊、耿精忠啊，还有那什么什么耿精忠，还有另外一个叫什么突然忘记了。这三藩之乱呢，尤其是吴三桂还有领军，他的一个势力最大，直接从云南一直打到长江以南，对不对？他们就已经开始划江而治了。那在这个状况之下，他一直无法往北打，但是呢，吴三桂啊，很多人跟他劝他来讲，你应该赶快去光复大明，对不对？哪怕你把朱三太子拱起来，或是你自己称帝也可以。那你才有天子之师，你才名正言顺嘛，对不对？当年那个朱元璋也是北伐出来的，他从往南打到北，朱元璋就可以往南打到北，北伐就可以胜利，是不是？那你怎么说北伐没有一个名目是不行的？你只是一个叛军而已，叫百姓也不服，是不是？士绅之间那些地方的一些达官显贵啊，或是他们的一些家族啊，或是这些那个大地主啊，他们就不知道该听谁的，因为你只是叛军，你过来我这边你就离开了，谁知道你会得天下呢？但是如果你一开始觉得说我现在称帝了，我就是要得天下我就坚强的守护我的子民跟百姓，我要恢复过去大明的光荣，那就不一样了。是不是？他就没有做到这件事情。南明也是这样往的，那个什么，那个吴三桂也是这样子。他到最后不得已了，他已经是说你已经无法再突破这个防线了。那他最后在他重病的时候，他才称帝他自己把自己称为一个皇帝，大周皇帝。然后呢，他就病死了。他要的是什么呢？他要的是说我在战死之前，或者我病死之前，我必须要成为那个人，我必须要成为皇帝。各位懂老师意思吗？这是他的一个，那算是什么呢？一个执着，就是我既然已经起兵造反了，我前面叛明，后面叛清，那我最后总要成为我自己吧，是不是？那我要成为一个皇帝，然后给我自己一个历史定位。所以他到最后一刻他称帝，称帝之后他就完蛋了。那这个状况呢，我们看到在这个台湾就比较好一点我们台湾以前东宁王国，也就是国姓爷郑成功的子孙从郑经、郑可爽他们一直往下建立一个东宁王国，那最后也是称了国之后，后面你也撑不下去了，也就结束了。所以说我们在看这个历史的过程之中我们就比较会担心台湾毕竟有一些比较激进的人谁我就不说了，我也不知道谁，反正我现在因为没有吃饭，那个血糖高低不稳定，所以说不要问我是谁他就有可能想说，我在最后一刻，我到此时此刻，如果我再不做，保不齐隔天就有人上岸了。大家都不知道嘛，因为这个打仗这个事情很难讲他可能就直接上岸了。那我还有怎么样可以完成我理想跟梦想吗？我再怎么样这个是输人不输阵，输阵歹看面，是不是？这加台湾米，领台湾水，所以讲外地做台湾的国王你到当个台湾的皇帝，所以说我就一定要成功。那这个脚步就可能变快了，因为对方已经打到门口来了。那么后面的后面的一些进展，在台湾的变化也有可能会变快，比如是说。有人可能会耸动去怂恿我们伟大的党的领导人、民族的救星，对不对？世界的英雄，他进行怎么样？进行一个戒严，是不是？那这个事情有没有可能就有可能会发生？别人怂恿他的，好不好？那一定不是他的自己的概念，好吗？那这个状况就会变得很多的变数，尤其是现在要进行的很多的大罢免。那大罢免的时候，这个时候就会操作很多的议题这个抗中保台，那是不是还能够用因为过去抗中保台我们是寒爽的，现在你要到门口来了。你军队要开始去部署了，那抗中保台还有没有用？那又是一个问题。所以在很危急的时候通常人会用到很激进的手法。为什么？这叫慌不择路慌不择路，我就什么就是背水一战，孤注一掷，很多事情就产生了很大的变化。所以从这次的这个演习之后后面其实两岸关系会变得非常的严峻非常严峻，因为对方已经可以怎么样无痛的把这个台湾岛包围起来，而且没有人来帮忙。我们到现在为止到此时此刻，我们看不到所谓的欧美的一些会援军或者日本的援军他们会来这边关心或者派他们军队来去试图的去旁边游走一下，也都没有。自始至终都只有解放军在我们身边跑来跑去，对不对？都没有其他的一些帮助，所以我们可以很明白的知道，我们外援基本上是没有的。但在这个状况之下，我们发现一件事，就是美国的国防部长，新任国防部长，他访问了菲律宾，访问菲律宾他就是希望怎么样呢？希望菲律宾能够去怎么样，不在南海去掣肘一下中国大陆。那但是呢，我们知道在礼拜天老师的直播已经讲过这个方法是比较难的，因为光他们美菲之间要去做黄岩岛那边去做巡航的时候就已经被中国的驱逐舰去逼退了。所以说美国也先走了，留下菲律宾在那边一脸懵。
所以在这个状况之下，好，那就像日本，日本啊，它现在其实比较有特殊性的什么呢？因为美国是希望啊，好，它那个就是叫做赫格塞斯哦，他公开的施压，希望让日本怎么样承担前线的角色，也就是说西太平洋出现危机，讲白了就是台海出现危机的时候啊，那日本要出来当第一个阶段的炮灰，也就是出来去出兵啊，把你们自卫队派出去啊，把你们百姓派出去啊，来介入别人的战争。假设中国没打你，你也得去打中国，意思就是这样啊！你要去为了民主自由而战，你要牺牲你的一些日本的百姓啊，为了我们中华民国而战，这个可能吗？这个很难啊、这个台湾有事，日本有事，这个状况是很难的，因为别人的士兵也没有这么强。过去日本军队是很强是没有错，但是那是二战以前，这已经过了多少年了，对不对？二战的老兵下来已经换了好几代了，那你叫现在的人，你怎么样去跟过去二战那个时候的日本士兵有那么样的强悍吗？啊，那个是有困难的。就像我爸也是当过兵的啊，他以前是职业军人，我跟他打，我打得赢嘛？我打不赢啊，对不对？他在前面吃饭，我也打不赢啊，是不是？我偷袭他可以，但是打不赢他，为什么？因为他的训练素质跟我的训练素质就是不一样啊，是不是？所以说，将来菲律宾跟日本之间其实是没有办法去掣肘中国还对台湾做什么事情。我们从这一次的军演就可以看到，他直接绕过来了。而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呢？最重要的事情是美国在这个跟伊朗之间的胡塞组织啊，这个进展的是非常不顺利的。啊，比如说呢，站在以色列国防军里面发布一件事情，就是说，在3月30号的时候有一名飞弹从也门向以色列发射，但是呢，被进到以色列领土之前，他已经把它击落。这个意思是什么呢？现在以色列自己也要在面临新的一轮的空袭，为什么呢？也很简单一件事情，就是美国去逼伊朗，那伊朗把他逼怕了之后，他是不是就不去支援了一些胡塞组织，或者也不去支援这个加沙走廊的这些激进派的民兵啊？当然是希望从击打源头嘛，一定跟伊朗有关系。穆斯林兄弟会没有是说彼此没关系，一定都有关系。那伊朗又有原油，又有能源，啊，它又有很多的这些战斗经验，它又有很多无人机的经验。那么这当然会是有一些影响。所以在这个状况之下，这个胡塞组织啊，它已经在3月到4月1号的时候啊，都一直不断的去攻击美军的航母啊，不断攻击美军航母，而包含的是说，它已经打掉了16架的 MQ9的无人机。所以说，已经可以看得出来，其实伊朗它现在吃了秤砣铁了心啊，无论你特朗普讲什么，好说歹说，我都不听你说，我就是要跟你干到底，有本事你现在回去。你回去，那美国以后再也很难进到这个中东的政治范围了，因为你被伊朗逼回去了。说这已经骑虎难下，你一开始就应该先讲的，讲不听，那这样外交要去斡旋啊，这个一定到最后一个阶段，你才去武力去恐吓，因为你自己已经是一个没有后继之力的那个美国的无敌舰队啊，他已经没有后继之力了。他一定抱持了333原则吧，3%那个30%你在整修，30%的你在训练，而30%你在外面巡航，对不对？这个是美国333的一个策略。那么你现在已经把3的力量投送过去了，而且你还被打到。还被打到航空母舰被打出血条来，那这个问题就很大。当然，网络上现在有在传是说，他现在有一些航母或是一些驱逐舰被击沉了。那老师怎么看都像谣言所以我们就不去听他的基本上应该属于谣言。美国驱逐舰都被打掉的话，那就不是小事。但是伊朗他自己本身已经秀出他自己的地下导弹库，意思就是说你的美国你敢来，那我导弹就全发射出去。它到底有几颗不知道，而且它到底导弹里面是不是核导弹也不知道完完全全没有人知道它到底要怎么去打，完全没有人知道怎么去打。所以说现在这个状况之下，对美国是骑虎难下，撤也不是，撤回来跑到西太平洋也不是，那打下去也不是，打下去那美国一定会产生战损。现在问题就是美国它一定会有战损，你如果跟伊朗打起来的话，你不可能全身而退。当年你去打越战的时候，你就没有全身而退了；你打阿富汗的时候，你也没有全身而退了。你怎么会觉得打伊朗你可以全身而退呢？而且伊朗现在已经是怀疑他有核子武器，哪怕他这些导弹里面，哪怕只有10颗有核弹头的导弹，那这个对世界上都是一个毁灭性的压力，你完完全全是难以去掌握的。所以说我们在这个事情上在发现，整个世界的局势到现在开始会非常的紧绷。但是我们看整个流月的一个预测来看4月份都还是可以谈的阶段，还是可以谈，但是5月份就很难讲。所以现在我们要非常去注意你整个环境的一些变化这个是我们今天要跟各位谈一下的。所以说我们今天这个联合利剑的演习其实没有什么太大的一些
压力啊，因为我没有到目前为止我没有看到他有运兵船，也没看到是说在福建当地的一些粉丝朋友他们也没有发现有什么样太多的运补的措施，因为你一定要从福建运补出来嘛，运补出来你一定要先拿下哪里呢？你一定要先拿下金门跟马祖，各位懂老师的意思吗？他有运补出来的状况之下，他一定会经过金门跟马祖，那么他是不是首先要先把金门、马祖高登亮岛全部把它拿下来？那对于中共来讲，这很快因为上岸大概别人就投降了，军队大概也会投降，因为太近了，你怎么打你打不上算。当年这个郑经还有郑经郑和爽他们在面对清朝的时候，这个金门、马祖、厦门这个地方都是想要放弃的，因为实在是很难运到很难打过去。即使清兵是个什么旱鸭子他也不容易去运补。那现在的状况也不会变这过去还有施琅后来投到大清去了，那打起来一个是如入无人之境。所以在这个状况之下，我们要注意到今天晚上才是真正重头戏，白天都没有什么事。重点是在晚上，你晚上有没有发现他有运兵或者是运补？如果有，这个仗就危险了，我们可能要面对到的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变化。如果没有那有可能他半夜就跑掉了，或者是说你这2天也就撤退了，因为他们来最主要是近海的去跟士官兵去指导，是说我们将来要从哪里进去，我们要从哪个港口上去，因为它这个很近的状况之下，它甚至我觉得它有可能会接近到12海里以内，让大家去看看说你们以后从这个地方上去那边都有1等功、2等功、3等功那边等着你这样的去打，所以各位要去理解我们现在的状况是蛮需要注意的啦。但是会不会这个月？目前还是一句话4月份我看不到什么太大的问题，但是有时候很难说，我们不要太有这个奇怪的自信心。当然看到有朋友去讲说今天我们台北股市大涨，老师知道因为老师早上在9点10几分的时候开盘的时候，我就先看一下台股一直拼命被拉上去这个其实跟昨天跟那个夜盘的美股其实是有连带关系的，因为它美股它是跌得很厉害，但是后面也是有资金把它拉起来。今天有没有可能有国安基金去护盘据说是有了，因为我对台湾的这个股票我不是很去在意我只看那个预测的结果，我不是很在意。但是我们就可以看到是说，你这个台股的那个股市一直涨在高点，但是上上下下应该是有资金护盘，护盘是应该的嘛，因为这是国家百姓的一个信心。但是呢，我们一整天看到也要看到台湾未来后面的发展会不会它是扩大了教招，也就是说你可能把这个40岁以下的或者35岁以下的士兵大量的招回去备战，如果有，那我觉得我们国家还有点救。说实在的吧，你要把36岁那个士兵因为士兵的除役年龄36岁嘛，你把36岁以下的人，无论你是义务役或是替代役的，你都把他招回去，大量的招回这个很短时间之内招回大量的这些预备役士兵，那么这个再回去做演训个半个月，然后放回来，然后再过几个月再演训一次，那这个其实代表说我们有心态去备战，但是这个东西会有副作用，就是什么呢？因为他这样子明年就不好选。你去选举明年就不好选，因为大家都被打断你的生活的一个流程，然后你可能30几岁你要顾小孩，对不对？家上有老下有小，然后你还有工作要去做，那公司也不可能让你去请假那么久，那家里也不可能离底薪过日子，这个可能就会有问题。但是这个在生死存亡之际有没有办法做到这件事情，就是很问号，或者是至少把45岁以下的志愿役你大量的召回，有没有放这个风声出来45岁以下的志愿役大量的召回那这个东西就有话讲，或者是50岁以下的一些军事官大量的召回去做演训，然后开始安排这些，因为为什么要演训呢？各位你要去知道一件事情，把这些的后备役抓去演训，是让他们能够去知道你们住在哪一个县市里面，那你们要负责去引导你们自己的妻儿老小、亲朋故吏、门生孩之类等等的人，引导到他们的附近的防空洞里面。各位懂老师意思吗？战争我们不要说它到底是不是斩首之战我们要去知道说它有一些变化，它的变化到底是用轰炸的呢，还是直接摸到总统府里面，然后把那个脑袋摘下来？不知道，我们没办法知道。但是一旦发生事情的时候，百姓不能只躲在棉被下面，要等待时间过去，那个不能这样去想。所以你要大量去召回去教招的时候，那么你才能够确定是说教回来的，除了你要怎么使用枪械到时候广发枪支，对不对？反正我们的65K 出来这么多，是不是？然后库存那么多嘛，现在 T90 嘛，那是年轻人在用的，我们老家伙用65K2 嘛，对不对？51步枪那个太老了，像我爸那种51步枪太老，那个已经打不动枪了，是不是？到我们这种的70后、80后的拿个65K2，是不是？那还可以去训练一下，广发枪支我们还可以自保一下。
还有就是说我们引导那防空洞，我们还要引导是说我们要怎么安排我们的一些断水断电暂停营业的时候，我们要怎么去应对这个野战的事情。这总是要教会的，但是如果没有，那真的是比较可惜，都要看我们现在国防部长有没有这个手腕还有没有这个智慧。但因为一做，他的民调就会变得很低，那他的所谓的大罢免就会选输必输，那选输那又必输，那你后面你要去防到，要去掌控你自己的梦想的时候就不容易了，好吗？这个是这样的问题，好吧？这个今天跟各位去直播一下，只是把这个事情一次讲完，不然录影好麻烦。每次讲完，好吧？好，各位什么问题哈？股市大涨哈，那目前也没事，不会有事的哈。那个早上跟各位讲，今天不会有事，明天不会有事，只要他不征兵就没事。一征兵了，我们就出事了，好吗？不要征兵了。台湾太安逸当然安逸是必然的啦哈。这大陆人没有全部人都收台湾了，是在这次这离台湾那么久都在大陆出差跟上课，其实不是每一个人都要收台湾的。很多人也觉得说你独立就好，你各自在外面生活就好，你有必要在外面去做嘛这个其实也是有不同的意见，不是说在中国全部想收台湾这个并没有这个是真的是没有。我敢说吧，大概真的想收台湾大概6-7成吧并没有到说你这9成众志成城都要收台湾，没有6-7成。这个世界上的媒体都这样谁讲话大声我们就以为他是主流民意，不是人家讲话大声就是代表我呢。跟你讲，在网络上，无论是在大陆网络上面，就说我们要收台湾，那是你讲话大声，你敢于发表，但是不代表不发表的人，他就是少数那只是你讲话，大家会注意到你。台湾也是一样，一天到晚就喊一些有的没有的事情，那你以为的是主流民意，那是演算法让你看到，你以为是主流民意，你们只是物以类聚而已。事实上，你只是讲话大声，不代表别人都会支持你耶。对不对？不是代表别人会支持你耶，所以说大陆也不是说都要收台湾每个方法不一样，好吗？串成什么意思我不是很理解。暴风雨前的宁静，这个不知道这要看美国这要看美国他自己有没有能力去谈。大陆生活2年了，一直在大陆了台湾那么夸张可以批评政府，他们是可以批评政府，但是你不要公开批评了。你私人那边喝酒吹牛是没什么问题了，但是你不要公开在网络上讲一些543的，那个逢到政治的平台都会封你的，这个也是事实的你说他们有没有言论自由？看状况了，我跟你讲，这看状况了。这个我们没办法把一个模式套用到所有人身上，对不对？我们没办法做到这件事情，各位懂老师的意思吗？这个一个模式有时候只能套用在你那个地区，你甚至连跨个省、跨个县市都不行。那每个人做法，比如是说呢，台中要吃那个水煎包，你们要灌的东泉辣椒酱，那个台北就不会我们才隔几百公里，100-200公里而已，对不对？100多公里而已，我吃水煎包我就不会在里面挂辣椒酱就不会东泉台北也没买过是不是？那台南就吃比较甜但是我台北就没有对不对？这个很多事情一个地方你会有一个群聚效应，就以为我处的地方就是天下这个有点以管归天的感觉就是大家都会这么认为这个其实是一个误区好吗？这只是误区而已。共产党有鹰派有，当然都有啦，这一定有不同的意见这个一定会有一些变化。大陆怎么说会征兵？我觉得今年就会，我说实在的我觉得大陆今年大概就会征兵了因为我大概评估吧，这个也是这2个月4、5、6月大概就会大量的去调兵遣将我觉得啦，我个人的推估啦在今年大概4、5、6月会大量的调兵遣将。如果没有发生到其他的重大的一些，比如是说自然灾害或者是其他国际的批变我觉得4、5、6月他们会大量的去运兵大量去运兵。那运兵会不会打那个不一定那个不一定但是他们一定要准备好因为它随时可能变。这个两岸之间的收台之战我们从这个地方，我们从今天的演习可以发现到一件事情，就是什么呢？他们追求的是兵冠神速，他们未来追求的就有可能像网络上名嘴讲的他们要做的是斩首，因为这么大量的军队都要随时的去调派，然后把台湾围起来的时候，下一次他再围起来的时候，你真的也不知道。不要以为说有船舰在附近，我们发现他了，发现他又怎么样？发现他你打不过他也没有用而且这个从到中国去运补过来的军舰朝发夕至，你从美国或是从其他地方运过来，你没一个礼拜你家是过不来的。但是他只要1天不到8个小时就可以从福州直接开到我们的基隆因为我以前海军嘛，我自愿好不好？不要再说我什么卖台小粉红了。当年台海危机第一次台海危机的时候，我就去当兵，我跑去那个兵役科，我就把身份证丢在上面，我说我现在就要当兵。他说你还没有轮到你，我就说我现在要当兵。台海危机第一次台海危机的时候，我就这么干的。永和市的那时候还是永和市，
我到兵役科，永和市兵役科从1楼进去，哦，我就丢进去，就说我要当兵，带着我当时的女朋友说我就是要当兵，对不对？我就自愿去催他，我就一天到晚催他，然后催到后面去当兵了。当兵之后，你问什么谁要去金门马祖，我立刻打，有没有自愿的，我立刻举起来，没有人举手，我就自己举手，对，我到前线去，我就到第一线去，对我怕你不成，是不是？我在那边当了2年，我举手过去，我就自愿去金马奖。对不对？你要搞这个保卫国家的事情，我当年也是热血过的，只是现在老了肥了，对不对？一个人现在体重比我当时2个人还要重一点，是不是？感觉好可悲哦，感觉好可悲哦。所以说我们现在在看这个事情的时候，各位去注意哈，那个就是它的运补时间呐、可能就是在半夜就运补起来。那如果明天半夜突然消失了，我们还没有掌握到，那这个也是有问题哦，因为它可能下一次就不是白天来了，白天可能都已经把你围好了，它可能变成2、3点就把你这边都围好了，然后呢天亮就开始就直接上岸了。哦，这个事情也是会有，好吗？这个战争啊，我永远没有一个固定的一个模式哦，趁夜偷袭，或是白天去直接把你去攻进，各有各的好处，各有各的办法。好，不了解。监控攻坚周不利会被俘，倒不会啊，因为监控攻坚我们是用的是雷达，我们用的是雷达哈，并不是说我们就用的是说人去看那个看不到的。大海茫茫，我告诉你。当然，在海上啊，任何的航空母舰、什么船只都是一叶扁舟，就是一个像树叶一样的东西。以前士官长跟我讲，那个海上，不要说航空母舰什么的，就跟一片叶子没什么两样。我不相信，就我上了海上之后，我才发现，我操，他妈要命啊！这时候阴风怒号，浊浪排空。我告诉你，那个浊浪排空你还看不到，我想真的是阴风怒号，那呼呼啸啸的，你什么都看不到，你只看到那个水打在脸上，你还分不出来它是海水还是雨水，对不对？那个一直泼，一直泼，一直泼，然后你那个船上上下下，你就觉得你到世界末日了。我告诉你，你身上绑东西都想自己把它固定在地板上，你都觉得是说很受不了。所以说在海上你什么都是一样，但是现在的他们有潜艇啊，当然潜艇现在美国都是核动力潜艇，但是核动力潜艇你要能够冒出来，你不冒出来你也没办法。而中国它能不能抗得了这个核动力潜艇？美国核动力潜艇？哦，来去防止他们介入这个战争啊，那个也不知道啊，我们可以后面等着去看，好吗？好，那我们今天直播是临时性的，所以我们不会讲的太久。我看还有没有什么没有补充到的。好，最后一个要补充到的东西是什么呢？是乌俄之战。好，乌俄之战现在的问题是比较算是打扫战场的状况了。为什么呢？因为现在俄罗斯他征兵了大概16万人，然后征兵了16万人要开始往前线去推进。那这个是什么意思呢？这个我们的礼拜天的时候有稍微提到过一次。因为现在俄罗斯他现在的能力啊，已经非常的有利了，他现在往打哪就是往哪打，他没有什么太大的影响。那川普能够对俄罗斯做出来的事情就只有一个，他已经公开声明是说，如果俄罗斯啊不能够在他限定的时间之内啊停火不达成协议啊，那他要对俄罗斯的石油来提出制裁。这个不是脱裤子放屁吗？有个屁用啊，这一点屁用都没有的事情。俄罗斯打到现在，他怕你的制裁吗？他怕吗？他不怕。我告诉你，真不怕，不是我在吹，他真不怕，因为打了这么久了，你能够制裁的大头，你前面的牌都已经就出的差不多了。你现在就跟他讲你要去制裁俄罗斯的原油，他难道不能卖给中国，不能卖给其他国家吗？这还是一样照卖。当时去制裁最严重的时候，一开打仗制裁最严重的时候，印度有没有去买俄罗斯的原油？有，还是照买呀、是不是一样买？你不买不行啊，对不对？这个可以挣钱的事情，阿三还会理你吗？不会啊。所以说，你现在俄罗斯为什么去大量征兵10几万的军部队往前线去呢？原因很简单，因为他继续往前走，他要打到一个大大的疆土，让后人可以至少100年不打仗，就跟我们这个在历代的中国帝王一样，天子守国门，然后呢就要把疆域全部打下来，他就要做到这件事情。他把乌克兰打得越多，他未来恢复的力量就越强。为什么？因为乌克兰它土地里面有稀土。有铁矿，有煤矿，还有它的农业，还有它的工业，还有它的港口，它都可以把它掌握到的话，那么对于俄罗斯它的首都会更加的安全。以后无论是北约，它要想做出什么样的举动，只要它能够吃掉1半的乌克兰，那么俄罗斯的土地就是绝对的安全。这对俄罗斯来讲真的是天赐良机，他哪会管你要不要去制裁？他现在只有到一件事情是，我打到不想打，我打到觉得足够了为止。他只要打得越远，那么它能够获得的稳定跟安全系数就越高，因为你叫波兰去到那些东欧国家，你要去跟他打，
不可能，他们也没有意愿要去跟俄罗斯去拼个鱼死网破，没有，真要打的呢，不就是英国跟美国吗？那其他国家想打嘛？你说德国真的想打嘛？德国没有这个意愿啊。对，就算换了现在的新总理，他也没有这个意愿啊。人家现在是要搞经济的，谁跟你搞这些军事呢？那军事也是我现在先给我时间，你们先不要打，让我有时间去发展我自己的军事，对不对？我要恢复我自己日耳曼的光荣，然后后面我再跟法兰西人在一起组成一个欧洲的城墙来去阻挡红军的介入。现在没有红军，你是俄罗斯的军队的介入。那么这个时候，你说波兰啊那些小国家，波罗的海三小国，他拿什么去抵挡俄罗斯的铁骑啊？没办法啊，没办法。所以我们现在看很清楚，就是说，当川普他一方面想要去阻止俄罗斯，他阻止不了；他去阻止伊朗，他也阻止不了。那么他还有没有能力再点第三个战场，也就是台海之战？他还有没有能力去介入呢？按照目前来看的话是没有的，因为我们发现到在俄罗斯去俘虏这些乌克兰的军队跟毁灭乌克兰的军队里面，的确是有美军在里面，但是一样被毁灭啊，一样是被打掉啊。那这个事情就看得很明白。而最近今天老师听到一个新消息，就是马斯克他希望能够在5月的时候能够辞职效率部。这个百日维新啊，算一算也差不多100日，你看看对不对？1月20号他上任嘛，是不是？2月20、3月20、4月20，然后5月初，刚好100日，你知道吗？当时老师说以示维新，这是100日维新，你看他是不是超过100日他就不想干了？他如果继续干下去，他一定是背锅侠，他一定会完蛋。但是他不干下去会不会完蛋，也好不到哪里去。但是他下来之前，他有说他要让火星成为美国的领土，你可以这么讲，但是你做不到。然后你可以做不到，你可以号称的是你的领土没有问题，但是反正也没人去得了，你号称也没用。真的当人类可以去那边殖民的时候，美国也没有这个实力去阻止别人在火星上画自己的地界。这个是一个蛮有意思的一个变化。只是说马斯克他跟人他是太理想化了，他没有想到是说他一定没有念过我们的《儒林外史》还有《观赏现习记》，对不对？这个很多事情。你输不是因为输给了你的能力不足，你输给的是一个庞大的国家机器，以及被你裁掉这些人的一些怨念因为被裁掉了那个是 USID， 被裁掉了 CIA， 被裁掉 FBI， 会不会弄你？会的，因为你让我丢饭碗，我不弄你一下，我怎么行呢？是不是？大家几千亿的钱大家在分的，你把我钱拿走，让我没有收入了，而且你还想办我？那开玩笑，那个不可能让你吃下去的。所以种种来看呢，美国还有内忧跟外患。那俄罗斯它现在是势如破竹，伊朗啊，它整个带弹。那么在这个状况之下，我们也要记得一件事情中伊之间就是中国跟伊朗之间，他们还是要做联合军演。所以是说这两个国家里面，他们还是有互通生气。那你在伊朗越严重的时候，他都举方台海的问题，那美国首尾不能相顾。那首尾不能相顾，他如果只顾伊朗的战场，不去顾台湾，希望让日本跟菲律宾来去介入，那么中国不是很乐意吗？因为打日本他们完全不用去怀疑啊，反正菲律宾打一下人就跑了。菲律宾其实还蛮不能打的，我说白了吧，他的军队很不能打，喊话可以了，真要打是谁也打不过。当年马英九时代他就打不过了，你更不要说现在中国人民解放军了，那也是打不过。那日本呢？日本不可能日本跟遇到中国军队我告诉你，他们冲上去抢1等功都没有问题，1等功就是你阵亡才是1等功啊，不然后面就是2等功、3等功了，对不对？你看日本人去跟中国交战，你看连北部战区都要跳下来跟日本干一场了。不要说东部战区了，我们现在讲还有东部战区各位懂老师意思吗？我们此时此刻讲的这些台海危机，它还是只出动了东部战区而已它没有调南部战区的军力，也没调北部战区的军力，中部战区也没有给他后勤支援，就光东部战区，他们5大战区里面的东部战区就已经让我们没吃不完兜着走了，你还说其他的地方，对不对？那日本要对的是北方那个北部战区那你要怎么打？不要以为只有东部战区他面对到不是只有一个战区那即使菲律宾加中国加台湾，你要对付一个东部战区，那也很难，因为南部战区他会撤走你菲律宾，北部战区撤走你日本。那金小胖也不是闲着，很多事情没有我们想象的是说只要靠美国的潜舰或是美国的军力就可以威吓中国很难。大家只是看你什么时候撕破，不撕破大家可以慢慢的撸，你一撕破了，那很多事情你一撕到底，后面你要挽救，那就非常难的事情，好吗？
核潜艇来干嘛？一些平常核潜艇它说过了，核潜艇的意思是它是核动力潜艇，不一定它带的核弹，好吗？这个不一样，它是核动力潜艇，它是可以有一直永续航行的潜舰。不是它一定有带核弹，但它也有核弹啊。但是它是核动力的潜艇。那现在中国现在都是常规潜艇比较多哦，就是柴油式的引擎的是比较多。那所以这个方向是不一样的。那中国未来会不会有核动力潜艇到大量扩张的？我相信还是会有了，但是不是现在啊？现在其实我们看的事情还是在台湾的一个部分，好吗？好，那我们今天直播差不多到这边为止哈。那各位只是放心哈，我们就要看晚上。今天晚上没事就没事了，今天晚上有事，我们明天也就出事了。一天哦，我们就要看今天晚上就可以了，其他事情不用担心了，好吗？那只是后面啊，这个台湾内部的问题啊，应该会越演越烈。最后我们还是说一下哈，最后补充一个台湾的一个问题，老师一直不是很想讲，但是呢，这个真的是觉得是说这个东西进展起来很糟糕。我们今天又有一个新的陆配，他被驱逐出境。各位你要去知道一件事情哦，无论是那些网红这边去欢送他还是怎么样，其实各位要去理解。当我们这个国家所谓的民主国家，所有言论自由的国家出现了我歧视民族主义的时候，那么这个有没有一点纳粹的味道在里面？我们中华民国台湾省有没有出现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纳粹思想呢？今天你驱逐陆配是基本上他本来就100-200个粉丝，他拍片也没有人看，然后你今天把他硬生生把他捧成网红，然后再说他是一个特务，特务会来台湾给你生3个小孩吗？你妈脑袋有问题呀、妈有些人真是有问题，你知道吗？你拆散别人的家庭，然后让别人妻离子散，你下一次是不是要送别人去集中营啊？各位懂老师意思吗？这是不对的一个行为，你怎么可以有这样子的一个思想？然后呢说你要驱逐别人出境，因为你的想法跟我想法不一样。而且你还没有法律根据，你就把他驱逐出去，那这跟我们落榜的美术生他做的事情欲加之罪，你何患无辞呢？可以这样子搞吗？可以这样子搞吗？我们台湾里面难道没有说要去掉台湾中华民国的称号，建立台湾国吗？那些人是不是应该也是煽动国家内乱的呢？黑熊部队你建立民兵，你本来就不应该有台湾有民兵组织啊。那你这个为什么没有问题呢？很多事情你真的是要去理解，我们台湾不可以有这样纳粹的思想。很多网红他们靠这个为生，那这个是网红我们个人的行为，你知道吗？这个是一个媒体，是一个哗众取宠的事情。网红就是一个小丑，这个讲的很实在，老师也是个小丑，对不对？我们出来做媒体的就是一个小丑，我们就是为了取悦大家而存在的，是不是？难道我做什么伟大事业吗？没有。但是这个思想如果再变成百姓都要去接受，你是陆配，你跟我们想的不一样，你居然去想到跟我们不想的一样的想法，你不支持我们，他那个网红在机场讲列宁台湾最假台湾币，我吃台湾米跟台湾水跟你有什么关系？我难道我喝台湾水吃台湾米，我就得跟你想的一模一样吗？我就应该这样子吗？不是吧？那是你的想法啊，那你只要吃台湾米就跟你想的一样吗？这是不对的啊，这是纳粹思想。我们不可以有纳粹思想，历史因在目。我们如果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时候，这个国家出大事情。因为你今天内斗内行，你外斗你外行，共产党他妈就在门口，你怎么不叫军舰去把它轰了？轰了啊，对不对？你可以随时带着去到坐船，直接小山庄去厦门，然后去外面买2把菜刀，你就大街上给他甩2刀啊！你不是要反共吗？然后就说啊，不是这样子意思，不是这样的意思啊，你干嘛去曲解我意思？对，那你干嘛曲解别人的意思呢？是不是？很多事情啊，我们不可以有这个想法，说你是陆配，你只要是想的是武统，你想的是中国我们两岸的统一，然后你就是中共同路人，你就得被驱逐出去。纳粹不就是如此吗？感谢各位今天收看，我是陈老师，我们下次见。